从熵增延伸到记忆与因果，从宇宙低熵起点迈向热寂终局，塑造历史，也解释我们为何只能向前。这就是时间之剑。清晨的餐桌边，一杯热茶不小心被撞翻，瓷杯坠地四分五裂。我们常见到这样的场景，却从未见过相反的过程。碎片在地板上自动聚拢，重新拼成完整的杯子，并跳回桌上。若有人拍下杯子掉落的影片，正放时杯子会碎，倒放时杯子反而会起死回生。这种在现实中从未发生的反向过程，让人意识到时间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具有一种明显的方向性。试想，如果破碎的杯子真能自动复原，那瓷器厂恐怕早就关门大吉了。正是因为这样的反常现象不曾出现，我们才深切地感受到过去与未来的区别。这个一去不返的过程提示着某种自然规律在发挥作用。杯子只能从完整变为破碎，而无法自发地反过来。这种不可逆的现象并非杯子的特例，而是普遍存在于我们所见的一切日常事件中。无论是燃烧的蜡烛还是流淌的溪水，我们总是看到过程朝着一个方向进行。为什么时间在宏观世界中仿佛只朝一个方向流动？是什么决定了过去和未来的区别？带着对这支时间之剑的疑问，我们将从碎杯子的故事展开，对科学原理抽丝剥茧，寻找其中的答案。如果用一个词来总结杯子破碎的过程，那就是混乱的增加。整齐有序的杯子变成杂乱无章的碎片。物理学中有一个量专门用来衡量这种混乱度，称为熵。熵描述的是系统中无序程度或能量不可用来做功的程度。热力学第二定律揭示，在一个封闭孤立的系统中，熵只会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增加，绝不会自发减少。简单来说，就是世界朝着越来越无序的方向发展。正因为如此，我们可以通过比较熵的大小来判断时间的方向。熵更大的状态大概率发生在未来，熵较小的对应过去。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想象一块冰放在火炉旁，它很快会融化成水并蒸发，而一堆木柴在火焰中燃烧殆尽。这个过程中，冰的结构被打散，水变成无序的气态，木柴化为烟灰，整个系统的熵在增加。如果把这一过程拍成视频正放，我们看到火焰融化冰块，但如果倒放播放，画面就荒谬了。水蒸气凝结成冰块，烟尘重新聚合成木柴，我们一眼就能识别倒放的违和，因为只有正放时熵在增加，符合我们直觉中的时间箭头。事实上，在真实世界中，无论是冰融化、木柴燃烧，还是食物腐坏、香水扩散，这些不可逆过程都有一个共同点：伴随熵的增大，能用来做功的有用能量越来越少，系统越来越趋向无序。换句话说，失去的终将失去，热的终会变冷，整齐终会变凌乱。每当这种变化发生，我们就知道时间在向前推进。正如物理学家所指出的，熵的不断增加为时间提供了一个方向，使我们能够区分过去和未来。从热茶冷却到房间里香气的消散，都体现了热力学第二定律的威力。因为这一定律被奉为自然界不可违背的基本规律，我们几乎从未观测到宏观体系熵减小的自发过程。因此，熵增被形象地称作时间之箭，它指示了时间前进的单向方向，朝向更高的熵、更无序的未来。正如英国物理学家埃丁顿所说，即便所有科学定律都可能被推翻，熵增的箭头也将坚定地指向时间的前方。这一熵增箭头不仅是课本里的定律，也是我们每个人生活经验中的切身感受。有趣的是，在微观的物理世界里，基本定律本身并没有偏爱时间的方向。例如，一颗单独运动的分子，无论时间正放还是倒流，它遵循牛顿定律或量子定律的运动看起来并无异样。设想我们观察一粒在空气中漂浮碰撞的烟尘颗粒，单单看着一粒的运动轨迹，很难判断影片是在正放还是倒放。微观粒子的碰撞遵循能量和动量守恒，这些方程在数学形式上对于时间繁衍是对称的。也就是说，如果将所有微观运动的方向倒转，理论上它们仍符合物理定律。从一粒尘埃的视角来看，时间仿佛可以前后倒置而毫无破绽。既然基本物理定律不区分过去和未来，为何我们宏观世界却充满时间的方向感呢？答案隐藏在规模和概率之中。当无数粒子汇聚成宏观物体时，虽然每对粒子的碰撞可以时间对称的导放，
但整体出现所有粒子倒着来的情形几乎不可能发生。例如，一个烧着的火柴会冒出四散的烟雾，如果只盯着单个烟粒，它飘向左还是右都无关紧要。正如前述，我们无法判断时间方向，可是一团烟雾的整体扩散就很有文章，几乎总是越飘越散，弥漫在更大的空间中。要是所有烟粒突然自发地聚拢回火柴头，那将是极其不寻常的事件，其概率小到几乎为零。从统计学观点看，宏观系统有着无数种无序状态，却只有极少数高度有序的排列。随机演化下，系统更可能从有序走向无序，因为可能的无序微观排列远多于有序排列。因此，只要一个系统的初始状态足够有序，粒子数足够庞大，随着时间推移，它极大概率会趋向更加无序，熵增加成为几乎铁律。热力学第二定律正是这种统计规律的体现。它不是说熵绝对不可能减少，而是指在宏观尺度上，熵减少的概率小得可以忽略不计。就算理论上有那么一丝可能让碎杯子自己复原，但宇宙的寿命远远不够支撑我们等待这样一个奇迹发生。所以在实际观测中，我们将宏观体系熵增视为不可逆的必然趋势。由此可见，时间之渐源自统计规律，而非基本动力学的偏好。微观世界的时间对称性在宏观尺度被打破，正是因为我们的宇宙在一开始被安排在了一个高度有序的起点，而随后演化中无序逐渐累积，边界条件在这里扮演了关键角色。如果整个系统起初就处于无比杂乱的最高熵态，那么时间向前和向后将没有区别。只有当初始状态非常有序时，才定义出一个从有序走向无序的时间方向。因此，时间箭头并非源自牛顿方程或量子方程本身，而是埋藏在宇宙初始时的特殊条件中。正因为宇宙之初并非一片混沌，而是一个高度低熵有序的状态，宏观世界才有了明确的过去与未来，有了茶杯只能打碎不能重圆的热力学演化方向。既然时间箭头与初始条件息息相关，那么追本溯源，我们要把目光投向宇宙的起点。根据宇宙大爆炸理论，在最初的时刻，宇宙炽热而致密，物质与能量几乎均匀分布。但均匀并不意味着无序，在有引力作用的体系中，均匀分布反倒是一种高度有序的状态。初始宇宙虽然炽热，可是在引力作用下，它相当于所有物质松散均匀地铺开。这与后来可能出现的黑洞林立的状态相比，熵要低得多。换句话说，大爆炸给予了宇宙一个异常低熵的起跑线，从而开启了熵增的旅程。随着宇宙膨胀和演化，物质逐渐凝聚成星系、恒星等结构，这些过程伴随着总熵持续攀升，恒星熄灭，元素扩散，黑洞形成，宇宙整体正向着无序极限步步迈进。这样的演化方向就是宇宙学的时间箭头，它和热力学箭头本质上是一致的。值得玩味的是，如果当初宇宙不是低熵起步，而是一片混乱，那情形将截然不同。假如大爆炸伊始就非常无序，熵极高，那么宇宙很快会达到热力学平衡，所谓热寂再也无法发生大的变化。那样的话，宇宙从诞生到终结可能转瞬即逝，根本没有时间孕育任何复杂结构，更遑论生命和文明了。幸运的是，我们的宇宙恰恰生于一个高度有序的低熵态，在达到最终的热寂之前，留给了我们数十亿年的时光去发展星辰、行星，演化生命智慧，创造一切有趣的事物。人类自身正是这熵增旅程中的产物，因为有足够漫长的渐趋无序的过程，才有了元素合成、行星环境与生物进化的可能。可以说，我们所经历的历史正是宇宙从高度有序迈向更无序的宏大进程的一部分。每一次文明的诞生，每一段岁月的流逝，背后都是熵在静静的增加，为时间标注出向前的刻度。然而，一个令人深思的问题是，为什么宇宙一开始会处于如此低熵的特殊状态呢？究竟是什么原因使得时间箭头得以在宇宙中出现呢？这被物理学家视为未解的重大谜题之一。我们目前并不知道答案。有些观点借助人则原理来解释，也许如果初始熵不够低，宇宙无法产生观测者来提问这个问题。因此，我们发现自己恰好身处一个有时间箭头的宇宙。但是这只是事后诸葛的猜测而已。无论如何，宇宙初始条件的独特性为时间之箭奠定了基础，让过去与未来有别，
而这个基础之所以存在，仍是物理学未解之谜。我们只能庆幸并珍惜宇宙在初始和最终的混沌之间，给我们留下了充裕的时间去演化、去探索。若没有这亿万年的有序时光，我们眼中熟悉的世界将无从诞生，更不会有谁来思考时间的奥秘了。除了物理过程，时间的单向性也深深刻印在我们的主观体验中。我们总能清楚地记得过去发生了什么，却从未预知未来将会如何。这种只记得过去不记得未来的经验本身就是时间箭头在心理上的体现，被称作心理学时间箭头。我们感觉自己正从昨日一路走向明天，意识里回放的是过往的片段，而对未来一片茫然。这种心理箭头实际上与因果箭头密切相关。我们总是看到原因发生在先，结果发生在后，能够影响的是未来，将发生的是我们无法更改的过去。我们把过去视为未来的原因，而不会认为未来能决定过去。例如，您今天吃的早餐导致您感觉饱腹，而绝不会因为未来中午想吃什么而改变今天早晨已经吃过的食物。这种因果上的单向性正是长期观察热力学现象总结出的经验。因为熵增导致过去与未来在性质上截然不同，我们才形成了因先果后的认知。假如热力学箭头颠倒，我们长期观察到的将是碎瓷片先出现，杯子后复原的怪事，那么我们的因果观也会随之颠倒，甚至会误以为地上的碎片是重新跳回手中的杯子的原因。可见，我们对因果顺序的直觉本质上是一种由现实中热力学不可逆现象训练出来的经验。那么，为什么我们的记忆只能定格在过去？这背后仍然是熵增定律在起作用。记忆的形成需要记录信息，无论是在大脑中储存一段经历，还是在纸上写下一句话，都意味着对某种载体进行有序化处理。例如，大脑在记忆一个画面时，神经元的连接或激发模式要从无序状态调整到一个特定有序的状态。同样，把凌乱的想法写成文字，也是在纸上形成高度有序的符号排列。然而，根据热力学第二定律，这种局部增序的过程一定伴随着环境熵更大程度的增加。当我们记住一件事时，我们的大脑从一个状态转变到更有序的状态，但为了达到这一点，身体需消耗能量，比如葡萄糖，并向周围环境释放热量，使得宇宙其他部分的无序度上升。每当我们在大脑里刻下新的记忆痕迹，都不可避免地增加了整体熵，只不过增加的绝大部分体现在我们身体和周围环境的微小温升和分子紊乱中，而非记忆本身。结果就是我们脑中的记录总是沿着熵增的方向建立，也就是记录下熵较低的过去状态。当未来发生时，那个时刻的我们还未形成针对它的记忆，等到它过去并且熵增使之不可逆转，我们才能将其刻入脑海。这就解释了为何我们无法记住未来。要是有人声称提前知道未来发生的事儿，那意味着他的大脑已经在低熵状态下写入了未来的信息，等同于违背第二定律。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任何科学证据支持有人能未卜先知。事实上，正如霍金幽默地指出的，如果真的存在一台能记住明天股票价格的电脑，那股票市场早就被搞垮了。可见，无论是人脑还是电脑，其记忆形成的时间方向都和熵增方向一致，否则那种逆向记忆将带来违反因果的混乱局面。因此，我们的心理时间箭头基本上是热力学时间箭头在意识层面的映射。我们感觉时间流逝，建立因果关系，形成回忆，这一切的前提都是宇宙熵的不断增加。如果自然规律允许熵减少，那我们的记忆和因果认知也会被颠覆，或许会出现记得未来遗忘过去的奇异生物，但那显然不是我们熟悉的生命形式。对我们而言，时间的一致箭头确保了因果秩序和记忆体系的可靠运作。先有因，后有果，昨天记于心，而明天空白。可以说，人类的所有经验、历史和知识的积累，都是沿着热力学熵增的单向道路铺展的。正因为过去留下了痕迹，而未来尚未发生，我们才能学习历史，规划未来。这或许也是时间单向流动赋予生命的一种恩惠。如果过去和未来对调，我们的逻辑、记忆和社会运作将无从谈起。时间箭头看似不可动摇，但这并未阻挡人类对逆转时间的奇思妙想。
在科幻作品中，时间旅行早已是层出不穷的主题。从让人脑洞大开的电影《信条》到各种穿越剧，我们一次次看到主角试图扭转时间的方向。《信条》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所谓逆熵技术，如果能够让一个物体的熵流动方向相反，就相当于让它的时间倒转。影片里时间倒流的子弹，倒着行驶的汽车，让观众直观感受到了时间逆行的颠覆性。然而在现实物理中，这样的场景真的可能实现吗？首先，从局部系统来看，逆熵并非绝对不可能。科学家已经能在精巧的实验中观察到极微观体系中熵暂时减少的情形，比如单个粒子在热域中的随机涨落，可能一瞬间把热量从冷的地方传回热的地方。然而，这种暂时的熵减需要特定条件，比如从外界汲取能量，有所谓麦克斯韦腰装置的参与等，而且持续时间极短，影响范围极有限。更关键的是，局部熵的降低总是以周围环境更大的熵增为代价。你可以通过精心设计的机器让一小块物质变得更有序，但机器本身和整个过程中释放的热量会使得总熵上升。这就好比整理房间，房间变整洁了，但你身体消耗了能量，增加了环境的熵。同理，在信条中将一个人逆熵化，并不会让全世界时间倒流，充其量只是那个人相对于我们显得行为反向，而背后必定有更大的代价使总熵增加来支撑这一逆转。现实中，我们从未观测到像电影那样宏观且持续的时间倒流现象，因为无法绕过第二定律的总账，全局熵必须增加。哪怕某个对象暂时熵降低了，也不能据此宣称它真的回到了过去。正如物理学家所指出的，单凭熵的减少不足以逆转时间，熵增只是时间之渐的一个表现。我们尚未完全理解时间本质，不能把时间等同于熵的变化。那么抛开熵不谈，广义相对论提供的时空结构有没有可能允许真正的时间旅行？爱因斯坦的场方程暗示，在极端条件下，时空可以扭曲，形成封闭的时间回路，也就是科幻迷们津津乐道的虫洞。著名物理学家基普索恩曾提出理论方案，通过旋转黑洞或负能量密度的奇异物质，时空隧道或许能连接两个不同时刻。在这个构想中，如果你能进入虫洞一端，可能从另一端出来时，时间指向竟倒退了，俨然一台时间机器。然而，这听起来美妙的方案很快遭遇了严苛的物理审判。进一步研究表明，一旦有人尝试利用虫洞来穿越时间，量子效应会引发剧烈的真空涨落，瞬间让虫洞塌缩毁灭。霍金将这一推论戏称为时间保护猜想。自然法则会防止时间机器的出现，一旦你企图开启时间机器，宇宙会自我保护般的让它失效。用通俗的话说，时间机器要么造不出来，即使勉强造出，也会在启动的刹那自我毁灭，根本不给你改变历史的机会。霍金还打趣道，如果未来有人发明了时间机，旅行者怎么没回来找我们玩？迄今我们并没有见到来自未来的游客，所以也许时间旅行真的无望。这些观点并非纯粹幽默，其中蕴含的逻辑是，宇宙或许有未知的机制，禁止因果悖论的发生。著名的祖父悖论正是提醒我们，时间倒流会带来何等荒诞。若你回到过去，让你祖父未能有后代，那你自己如何出生并穿越回去？类似的矛盾说明，从因果律的角度，时间旅行充满矛盾，极可能被大自然严词拒绝。综合来看，尽管想象中时光倒流令人神往，但在已知科学框架下，无论从热力学、量子论还是广义相对论，穿越时间的障碍都几乎难以逾越。局部逆熵无法撼动整体时间箭头，而宏观层面的时间循环更被因果律和量子效应所禁止。在真实宇宙中，我们找不到捷径可以让时间线掉头向后。或许未来科学会出现惊人的新理论颠覆我们的认知，但在目前，人类最好还是安心地活在时间单向流淌的现实中。时间的洪流指向前，不会回头等待谁。这大概也是自然对我们的暗示。珍惜当下，因为逝去的将永不复返。穿越了从碎杯子到宇宙演化，从熵增定律到人类记忆的讨论，我们逐渐明白，时间之箭深深地刻画着我们的物理世界和主观体验。它的矢量根植于宇宙初始的有序，沿着熵增的轨迹把我们带到今日，又将继续指引未来。然而，在解释了种种现象之后，
一个最基本的问题依然萦绕心头：为何宇宙会赋予时间一个方向？换言之，为什么我们所在的宇宙最初是一个如此低熵的异常态，以至于后来产生了明确的过去和未来？这个谜题所涉及的不仅是物理学定律，更是关于存在与起源的哲思。目前的科学对此依然所知有限，时间箭头的由来被视为现代物理尚未解开的谜团之一。一些理论猜想尝试赋予解释，例如认为时间箭头可能是宇宙边界条件或更高维物理规律的结果，但证据仍不足以确立最终答案。时间本身是否只是一种在人类意识中产生的幻觉，亦或有朝一日我们发现时间其实可以倒流，只是我们身处的宇宙状态使其几乎不可能。这些问题听起来近乎哲学，却在科学对时间本质的探索中真实地存在着。正因如此，当代物理学家依然在努力拨开时间之谜的面纱，试图从量子引力、宇宙学模型中找到时间单向性的根源。或许直到我们找到关于宇宙初始条件、量子信息与引力的新理论，才能真正回答为何杯子不会自己复原这样看似简单却极其深邃的问题。在此之前，我们所能确定的是时间箭头的不可逆将一直支配我们的宏观世界。展望遥远的将来，根据熵增的铁律，宇宙终将达到热寂的结局，那是一个遍布无限冷寂、无序混乱的状态，一切星辰熄灭，温度均匀，不再有任何有序的结构和变化。在那种末日图景中，没有生命，没有过程，时间也将失去它的意义，因为当什么都不发生时，时间本身就无法被衡量。好在如今我们离那一刻还十分遥远，人类文明所处的时代依然繁星闪烁，万物生长，时间之箭给予我们岁月去思考和创造。当我们凝视打碎的杯子，也许会浮现新的感悟。为什么不可能有一片碎瓷跳回手中？为什么昨天的欢笑和泪水只能活在记忆里？这些日常疑问的背后隐藏着宇宙宏大的秘密。从某种角度看，我们每个人都是时间之箭的乘客，沿途欣赏风景却无法倒转车头。时间单向的流淌塑造了一切因果与人生。正是因为时间只能向前，我们才有故事和历史。也正因为无法回头，每一个瞬间才显得无比珍贵。也许有一天，人类会彻底解开时间箭头的谜题，甚至找到改变时间流向的门径。但在那之前，这根牢牢射向未来的时间之箭仍将继续引领我们前行。当下的我们能做的，便是带着对未知的谦卑与好奇，在时间之箭划出的航道上航行，追问不息，探索不止。时间不会倒流，但求我们在这趟单程旅途中不负所遇的风景与真理。最后，不妨留下一个引人深思的问题：如果没有时间箭头，会怎样？如果世界失去了过去与未来的分野，我们的物理规律、生命形态乃至思想观念都将无法成立。时间箭头也许是一把锁，限制我们永远无法回到从前，但同时它也是创造万物的发动机，使宇宙演化生生不息。从杯子的破碎到宇宙的未来，时间之箭贯穿始终。它到底是宇宙初始条件的偶然产物，还是更深层规律的必然结果？这个问题依旧留给未来去回答。而我们作为好奇的科普爱好者，不妨在每一次观察日出日落、体味春去秋来的时候，想一想那只看不见却时刻存在的时间之箭。在它的引领下，我们共同见证历史，迈向未来。时间只往前走，这或许就是宇宙给予我们的馈赠，也是值得我们用一生去探索的谜题。